我们都知道啊，想要变成有钱人，就要买入资产，而只要是任何收入大于支出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资产。可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它并不是资产。但是那些少数白手起家的富人还是拼了命的也要买下来，尤其是这5样东西，他们特别愿意花钱，而穷人一定不会花钱买的。在富人眼里，这5样东西价值千金，但是在穷人眼里，这5样东西一文不值。嗨，大家好，我是建平。嗨，大家好，我是 ella。第一种富人会买但穷人不会买的东西就是经验，因为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导致了每个人所能积累的经历都不同。换句话说，在买下别人经验的同时，也等于买下了别人的经历，别人会的东西。我们自己在做事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从零开始，一个人摸索，摸了老半天，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对，或者是方向正不正确，然后就一直处在自我怀疑和低效率的循环中。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花钱就可以了。花钱买别人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所以富人特别喜欢花钱听课，花钱请有经验的人帮自己做事，甚至是花钱买一句话，都可以让我们更快地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在穷人眼里，富人的这种行为就会显得特别傻。就比以课程为例好了，他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花钱听别人讲课。不如这么说吧，他们不知道这个课程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因此啊，只要听到有钱人花钱上课，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傻。而那些富人啊，打心底里就知道，与其花时间去撞墙，还不如从别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从自己的时间成本也好，经济成本也好，心理成本也好，这些任何一个单独拆开来看，都是能够带来巨大的效益的。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就曾经说过，最好的学习方法不是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是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你已经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失败，那么你就可以尽全力的去避开它。相反，如果你发现什么是有效的，那么你就可以复制它，从别人的经验中快速的吸取，进化成自己的知识或者技能，然后在现实中应用出来，才是最快的，也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第二种啊，富人会买但穷人不会买的东西是时间。很多人说钱不能买到时间，这是错误的。时间当然可以购买，而且当你越有钱，你能买到的时间就越多。举个例子啊，你请家政阿姨来给你洗衣、做饭、打扫家里卫生，不就相当于买下了这个阿姨的一整天的时间吗？又比如说你到另外一个城市出差，你可以选择坐巴士或者坐动车，这样比较便宜。但是啊，你也可以选择坐飞机，虽然花费比较贵一点，但是啊，很多时候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坐飞机相当于啊，你多花了几百块钱，但是啊，你可以多买几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可以利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在出差开会之前，提前准备好你的 PPT， 去熟悉一下当地的环境等等，这样你就可以在见到客户之前大大提高你的成交率了。相比你拿下客户时赚的佣金，你所花的机票钱根本就不值得一提。花钱买时间，这是富人最大的特点。本来要花3个月的时间，但是如果花一点钱提早做完的话，那富人一定会愿意花这个钱的。而富人跟穷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对于时间的态度完全相反。穷人觉得多花一点时间去完成一件事情也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因为他们的时间根本就不值钱，所以他们就从来没有重视过时间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想要过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如果你现在还不是有钱，那就想办法让你的时间变得值钱起来，把你每天的产出提高，再带动你每月的产出，1年下来你就会发现你的时间、你的效率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这也会给你带来很多正向的循环，让你更有钱去买时间，让时间给你带来更多的财富。第3种富人会买但穷人不会买的东西就是指数基金。我知道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投资股票而是指数基金呢？其实这是因为股神巴菲特他自己也非常推荐的一种投资。在2021年巴菲特股东大会上，他就有说到，从长远来看，大多数的投资者都能够简单的从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中获得回报，而不是挑选个别的股票。而他说的这些大多数投资者呢，也包括了他自己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呢。他就说，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人去请教他，让他提供一些投资的建议，但是巴菲特却从来不推荐买哪一只股票，而是直接告诉他们去投资低成本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什么是指数基金呢？就比如说我们的沪深300指数，简单来说就是从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中挑选出来300个精英组成的大盘股。这个沪深300中的成分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变化，沪深300也是会不定期的换股。那么富人为什么喜欢购买指数基金呢？因为从历史上来看，指数基金的平均年涨幅都非常不错，也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做，每年就会有人帮你投资赚钱。第4种富人会买但穷人不会买的东西是生意。著名的畅销书作家罗伯特清崎曾经在一个采访中说道，穷人的收入渠道很单一，但富人的收入渠道却至少有3种。穷人就是主动收入，而富人除了主动收入以外，还有资本收益，还有其他的被动收入。而这里说的生意其实就是资本收益。如果你能让生意自动化，那甚至还能变成你的被动收入来源。要知道当今世界有名的富豪，没有一个是为企业打工的，他们都是企业的拥有者。而做生意就是可以撬动杠杆，用别人的时间、金钱、资源和能力作为杠杆来让你使用，给你带来数倍的回报。我发现很多人只要一提起生意这个词就会自然的觉得这是一门门槛很高，普通人都做不了的事情。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结合自己的状况去研究，你就会发现很多生意你都是可以自己做的。或者我们把生意换另外一个词，就能很好理解做生意的可行性，那就是副业。现实生活中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经营副业。如果你觉得你很普通，没有能力去做生意，那么我想其实你还不知道商业的本质，甚至你还不了解你自己你所懂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被世界上的一部分人需求。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单身汉，你不会投资，不会理财，你觉得自己很平庸，是吧？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包括你身上的这个单身汉的标签。是的，你没听错，只要你能够好好的利用你身上的这个标签，你也可以很容易的赚到钱。我们不说赚多少身家，但是总比获得固定工资有更高的回报。举个例子这个时代单身的人或倾向于晚婚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有没有发现比起我们父母那一代现在的人不喜欢早婚，甚至都不喜欢结婚。因此晚婚晚育的现象催生了一个人的经济，比如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旅行等等。而这些相关的产业也迎来飞速发展，孕育出非常多的商机。比如说单身旅游吧，就是让一个人也可以自由自在的踏上旅途。我上个礼拜碰到一个人，他年近50，是个单身，而且他非常享受一个人的空间。因为她一个人住，没有太大支出，再加上本身就是女强人，收入不菲，因此她的消费能力极强，更肯花钱在自己身上。只要有东西符合她的需求，她都愿意买单。我想说的是生活其实充满了这样的商机。即使你认为你一无是处，但是你身上依然会有某些标签。这些标签在你看来可能很普通，甚至认为没什么卵用。
但是世界上有某一群人正好需要你这类同类人去理解，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即使你能解决的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别人依然愿意为此付出金钱。做生意并不一定要高大上，很多人就犯了这样错误，认为做生意一定要有很高级的样子，或者一定要有很多的资金去运营，那才叫生意。其实不是的，生意的本质是一种交换价值，这个价值用来解决那些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现在有多少人通过那些看似不起眼、投资也不大的生意，已经实现了阶级的跨越，成为了富人。所以做生意的第一条规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法则，那就是永远去学会发现需求。因为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需求，有需求的地方就是赚钱的机会。第5种，富人会买但穷人不会买的东西是个人 IP， 也就是个人品牌或者说知名度。对于富人来讲，知名度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为什么？因为他们手上任何一个项目或者是产品成不成功，就看他这个人有没有足够的知名度。比如说马斯克，不管他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大众首先看的并不是这件事情，而是他这个人本身，这就是知名度。知名度是指你这个人在社会上被大家认识的程度。知名度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它意味着机会，意味着传播，而且还意味着什么？信任。你的知名度越高，外面就会有越多的潜在客户知道你是谁，也会知道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当他们有购买需求的时候，第一个就会想到你。比起你的同行，你也会有更多的客户给你联系。而品牌这个东西就是知名度的另一个说法。我们从很多人口中都听到这个品牌如何，这个品牌如何，这其实说的就是他们的知名度如何。品牌是什么？是别人对你的认识，而有了知名度就是拥有了品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电影明星经常需要出来开记者会，作家经常需要举办签书会，企业家在接受电视采访等等。这些动作呢，都是为了提高知名度，给自己或自己的产品带来更大的曝光量。当你有了曝光量，才会有知名度，而有了知名度，别人才会对你更信任。所以也可以这么说，你能不能赚到钱，那你能给予别人多少的信任。而花钱买知名度就是提高信任最快的方式。很多的富人，尤其是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一群人都知道，想获得更多的财富，就去利用一些手段，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当你的名声在外，你的钱自然就来了。所以如果你还不够知名，那么就把钱花出去。花在哪里？花在那些能带给你更高知名度的事情上，让这个知名度给你带来更多的金钱。但是穷人是永远无法理解这些的，更不理解为什么有钱人要买知名度。这5样东西就是穷人不肯买，富人一定会买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这一期对你有帮助，那请你给我点个赞，因为你的人生观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当你懂得了换位思考，你就会渐渐理解什么是赚钱之道。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欢迎你先订阅我们，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每个礼拜都会免费分享富人思维，让你学会富人的行为模式，就算你再忙，也能跟上有钱人的脚步，确保你不会落后于别人。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是建平，我是艾拉，下次再见。